欢迎大家来到《天赐的声音》第6季。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音乐合伙人，有几位回归了哈，欢迎玉妍。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玉妍。王以太。当然，这期还有我们的新朋友，让我们欢迎钟承乐。欢迎。张远。又回来了。陈斌。徐子睿。天赐的声音第6季第2赛段，6组音乐合伙人已经组队完成。首先进入先声夺人环节。本期关键词100万变装秀。本期短视频需要紧扣歌曲内核，用变装转场诠释歌曲的精彩瞬间，通过精准剪辑实现从穿搭妆容到情绪氛围的全方位蜕变，让观众瞬间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氛围转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各位的第1组15秒创意短视频，到底是谁的呢？请看前方大屏幕。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再看着我的眼睛说，再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那你看，不想都看这只狗狗它叫六六，然后它40斤重，哎我呦，们就真的抱不起它，抱不动它。所以拍摄过程中跟徐雅玲一样有难度，对吧？谢谢六六，他果然是一眼都不看我们，对它真的一眼都不看我。一点都不爱听歌。一想到你就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未来的每一天都多爱你一遍。终于能看到你跳舞了。哇！哎呀，玉妍，哎呀，真的。哦，哎呀，终于好看了这舞。你的意思是上期我跳的啊？好看。哇！可以！这不拿个10票说不过去了。天啊，欢呼声好大呀，好快乐。我们先问一下贺野的感受。所以决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音乐上。转移的挺快，哎呀。我是想着能可以多玩一点，然后正好陈乐的话，他平时比较爱唱歌，那前面他唱歌，然后我跳舞，就各自学个20秒吧。哇，舞蹈能力超群了。你好狂啊！等一下，你自己跟我说，你只是看了一下，学了15秒就。哇，哎呦，更狂！我那是自己跟他说的，没想到他会说出来。我谦虚一点，我20秒。我是石墩子，我同意拍天赐变装小视频。我是西瓜猫，我同意拍天赐变装小视频。我是电风扇，我同意拍天赐变装小视频。我是大眼大嘴巴脑壳长刺的，我同意拍天赐变装小视频。在想你的夜，我告诉自己。想啥子嘛想，都恁个晚了，明天还要上班。哦，对。这就是人性。没什么创意。对，仅仅拥有人性而已。我发现亮颖姐每次都贼抽象。对，因为这个是最近其实这个抖音上很火的一个滤镜挑战，然后我们就说正好那天也挺晚了，姐就想到这个创意，而且我们是一语双关，就是说这么晚，说明天上班，一个是这就是任性，我们就不拍了；第二个这就是人性，就说明节目组非常有人性化。我都没有想到这一层哎，对，很人性化，嗯。多阳光鲜虫草，好虫草鲜着吃。本节目由多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透心凉、新飞扬的雪碧特约播出。雪碧，活出你的爽。
本节目由老板电器赞助播出，放首歌，颠个勺，在盐系厨房松弛下厨。本节目由偏硅酸型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真的，这能对吗？什么呀？我来解释一下，就我们这个歌叫《可我只是海》，然后我们的歌词里就是有提到，就是你喜欢上了太阳，可我只是海。我演的是海，他演的是太阳，所以你在那儿动。哎，因为海都是这样的。你演的是海蜇吧？哎呀，这特效简陋，但是那意思是对的。哎呦，还起范儿呢。你变装呢？妹的嘛。右左，这有什么关系？这是。右。我们是这样想的，因为变装视频一般大家都会从私服变到那个舞台装，我们想反向变一下。哦。起波澜，你出现又幻灭是错觉，这个好。这叫变装，看到没有？你有没有想想为什么要从简单到华丽，对不对？哎，这个你要想想这个逻辑，你还想反着来，为什么？满足所有的点，短视频，而且有升格，你知道吗？那种升格，而且他们有舞台光，对，故事感就出来了。效果还行，可以啊，效果可以。反正我们这个最比较老实，经典永流传。是的。接下来到了我们点赞时刻。因为我真的觉得预言跳得很好，这个是我梦想中跳舞的样子。他们那个变装视频，感觉真的很变装，很押题，最经典、最丝滑，而且最短视频。天赐先生，鲜活情绪与你共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看一位网友和歌迷，他写给的是碧晨。他说：“嗨，碧晨你好，想把所有的情歌都在你的嘴巴里过一遍。每次听你唱情歌都很心痛，期待你在天赐带来更多好听的作品。”谢谢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在心痛的同时，也能有一些甜蜜的感受。谢谢碧晨。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底谁是赞和星星最多的那一组音乐合伙人呢？我们看看这个场外的66嘉宾到底会不会给我们带来额外的星星和赞啊？张远能接受一赞没有吗？哇，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真的？哦，来喽，3、2、1，哇！这个赞都叠起来了，第一次有竖着的这种，好厉害！我们来看看预言和陈乐，他们一共有几赞呢？我预测他们至少2票，至少2票。好，3、2、1。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6票没了。好，这里啊，到黄子了，黄子和鹤野会有几赞呢？3、2、1。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现在已经10赞在外面了，所以剩下的3组只有2赞。我觉得剩下的2个赞都在碧晨姐那儿。我也这么感觉的。咱有可能最后了，下一个天亮了。3、2、1。哇！哎呀！我们的王源和亮颖，王以太和陈斌，专业封面。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有请点赞数第1名的王子和鹤野来到我的身边。那就以太和冰姐吧。好，有请2位。接下来有请2位把我们的东阳光鲜虫草礼盒交到对方组的手里面。石头剪刀布。选姐姐了。谢谢。所以是碧晨和紫薇。哒哒。来吧。恭喜2组成为我们竞演音乐合伙人。天
将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填词的声音》第6季，我是主持人陈欢，向每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本节目由好虫草鲜着吃的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鲜虫草真滋养，感谢东阳光鲜虫草对我们填词的声音大力支持。在我们的音乐合伙人即将登台之前，邀请各位品尝你身边的东阳光鲜虫草，为你接下来的舞台积蓄能量，有请品尝。好了，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有请第一组音乐合伙人，有请黄子弘版王鹤晔，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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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期唱的歌叫《可我只是海》。世界中说着，谁又记得谁？你喜欢上了太阳，你喜欢上了太阳，可我只是海。这种感觉，你没有任何一点办法的点是，大海它包罗了一切，无论是生物啊、氧气，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来源于大海。而当他说他喜欢上太阳的那一刻，其实他已经选择了一个完完全全另外一条路。对，原来生就是孤独的，是握不住的。这歌词一上来，副歌我离开了北方。其实我特别有感慨啊，因为其实我算一个北漂，我是21年大学没读完我就去北京，就是搞音乐了。其实我是一个很想家的人，然后后来就没什么机会回去，所以说对我来说写的还挺是我的。离开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比较孤独，你又没办法改变这份孤独，但是我们能一直让自己保持乐观，保持开心，一直做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了。那对于你来说呢？其实你也算北方人，西北嘛。对，是我很小的时候，我9岁那会儿，跟我爸我妈一块儿去到南方，后面去了国外的北方留学。我喜欢北方的冬天，那个冷空气进到我鼻子里面，我就能想到我以前小的时候在老家放炮的场景。哦，其实我跟你是一样的，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是冬天嘛。对，下了飞机，出了飞机场。那股专属于家乡的味道就扑面而来，真的。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就脑子装不住回忆，装不住，反而能装住的是声音、体感、气味，所有的这一切，它都会让你在接触一瞬间，你大脑想起这些，就是他们带着回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歌啊，我们唱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幸福的，很幸福，因为指不定哪一句话或者哪个语气，我们就想到了我们想留恋的曾经。对，我们大部分人往往可能孤独久了，你会有一些自言自语的状态，会有一些想找个人说话的状态。它虽然是一个比较悲的歌曲，但是我们希望从这里面去给予大家一些能量。原来深秋是孤独的，是握不住的，寒冬总是来得太早了，我没办法拒绝。原来夜晚是落寞的，是一个人的，如今总是过于强烈了，我只能接受着。我离开了北方，不再有眼泪，我放下了执着，便不再疲惫。你别再追究了，谁辜负了谁，要明白早已经再无法挽回。
你喜欢上了太阳，可我只是海。天气预报是今日梅雨，但我心里等着梅雨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游离，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的未知和谁遇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散步，一个人生日没许愿。心上有一直填不满的缺口，像雨伞有破洞。我以为强颜欢笑就能过去，好比痴说梦。孤独是种方式，每到了一天都会隐隐作痛。我没法控制，任由回忆冲刷。我离开了北方。我不再有眼泪，我放下了执着，我便不再疲惫，别再追究了，谁辜负了谁，要明白早已经再无法挽回。我背对着语言，不再喝。我成全了遗憾，再无法爱谁，别再回头了，显得多狼狈。等时间重说着，谁又纪念谁？我离开了北方。有眼泪，我放下了执着，我便不再疲惫，别再追究了，谁辜负了谁，要明白早已经，我再无法挽回。你喜欢上了他。只是海，你喜欢上了太阳，可我只是海。连动作都一模一样，真不错。接下来这首歌叫《可我只是海》哈。对啊，虽然是两个人唱，但是我俩在唱中间是没有交流的。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在演绎两份孤独，对，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在歌曲的编曲的层次上有不同的处理。但其实关于像海，其实在我心里是我从小就一直很向往的，因为我一直没有见到。到几岁以前都没有看过海？啊，我第一次看海，我忘了，好像10岁之前好像都没有，就是后面是出去玩的时候，还挺早的。对，我第一次看海是北戴河，他们说那叫海，啊，对，第一次看海其实是前几年啊，因为一直也没有太走出过黑龙江，一直在哈尔滨生活，对，没有海啊，最多就是个松花江。都说最怕 rap 唱情歌，但是呢，这首情歌里面居然有了 rap。据我所知，这首歌应该原本是没有这部分设计的，对吧？怎么想？这个是一开始是野子想到的这个点，那会儿给我发消息说，兄弟，咱这里边我觉得整点这小 rap 有画面了。画面有画面。我觉得他的想法就跟灵感，就是有些时候一瞬间就能击中你的内心，就是尤其是在整个歌曲编曲啊，所有的这些的过程。没错。我们基本上就只用了各自几十条60秒语音就解决了，其实还挺简单的，对。我看了你们的彩排，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真的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而且就是说唱的部分其实不简单，主要是贺爷写的，是不是？这个词必须要说一下，在这电视机前感谢我的好兄弟 Bad Guy， 这是他帮我们写的，对对对。出自一个对吧有抓拿的人之手，对，两位完成的也都特别好，情绪递进你们也发挥的特别好，我很喜欢这个舞台，真的很喜欢。谢谢兄弟，谢谢。
我在开录之前还在跟王以太老师探讨 rap 应该怎么说，因为我不会嘛。我说我想学习一下。然后刚才贺野起 rap 的时候，以太老师就跟我说：“看看，很好的模板，就他这个就是对的。”陈明，你这个手里有歌词吧？有。好，来一段试试。1、2，天气预报说今天没雨。这天气预报，这天气预报啊！今天外边下了点雨的，其实有雨。我可能太字正腔圆了。你现在要唱对了，我们俩没面子。啊。对。我也想试那个 rap 啊，来试一下，挑战一下啊！来吧，哥，来吧，哥，来吧。天气预报说今日没，算了。算了。这个名儿我特别感兴趣，可我只是海哇，就是因为太阳的时候明显是少年的时候，那成为海的时候就是男人可能变得宽广的时候，变得深邃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这首歌是怎么有可能更好一点？我觉得就是把最后一句词改一下，你喜欢上了太阳，但我可是海啊。我是这么想的。哦，可有感觉。对，所以在我心里，你们俩已经完成了这一句歌词。所以刚才那一段 rap 啊，哇，大家觉得哇，怎么这么难，对不对？我们让二位再来现场感受一下清唱的 rap 好不好？好。耶。天气预报说今日没雨，但我心里正是梅雨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游离，都藏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的未知和谁遇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散步，一个人生日没许愿。耶。好，这时候到以太了。天气预报说今日美女，但我心里正值梅雨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游离，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都未知和谁遇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散步，一个人过生，我没许愿。两个一张嘴那么能叭叭的人，然后唱歌的时候那么帅。而且这首歌从第一句起的那个点，进节奏的那个点，就让人觉得很帅，就是感觉不经意间这个故事就开始了。编曲的层次感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句歌词叫什么？你喜欢上了太阳，你喜欢上了太阳。我会想象有一个你心目当中喜欢的那一个人，他一直仰望天空，在看着太阳，他未曾低头看见海，那种遗憾的感觉，完全在这首歌里面我全情投入，而且这首歌的 range 其实蛮宽的，但他们完成的很完美。谢谢甄姐。我觉得最迷人的是你开口的那一句，原来山丘是孤独的，就这一句，这太棒了。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唱歌里面的所有音色，都是来源于你真诚表达之后的产物。然后延伸到这首歌里面，在高音的处理而言，我都听不到任何你在玩弄技巧的那种味道。两位都是，无论是最高音或者升了 key 之后的那个部分，还是 rap 的部分，都是非常的发自内心的去把这个故事说好。我觉得非常谢谢两位的演出，谢谢，Thank you， 谢谢。这首歌它的基调还是一个落寞的基调。当你的所有的感情推到那么高的时候，这个歌已经快到完了。所以你们两个最后在降下来的时候，你们没有办法把这种落寞的感觉再更好的表现出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歌的编曲其实就是放，很放，但是收不够。继续加油努力，好。这歌实际特别难编，因为有说唱，还是纯乐队化的一个编曲，我觉得很洋气的。如果真的能把那两个人的说唱，一人瞪一句过来，温柔的说出来，可能会让这个编曲更加分。谢哥，谢老师。也要再次把掌声送给王鹤，也送给黄子弘凡。谢谢二位，来落座。让我们掌声有请陈斌、王以太，加油！我觉得第一期跳楼机播出以后，成绩反正我是觉得非常满意的。这次来就相对放松了很多，然后争取把这个舞台完成得更丰满。王老师你好，冰冰姐你好，你好，第一次合作啊，对。你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
我以往来天赐是站桩比较多，这次来天赐主打的就是打破舒适圈。把你的心抛开来，看一看你爱不爱，为何反复让我受伤。这首歌它其实就是直接的表达热恋中或者是一段感情里最激情澎湃的那一段，就是我喜欢你，我就直接告诉你我喜欢你，我也要看看你喜不喜欢我，你不喜欢我，那我就把你的心抛开来看一下，很直接，很直给。这种偏舞曲的歌，我觉得咱们多互动一下，把氛围感的东西给它抬一抬。你的舞蹈功底应该跟我也差不多吧？我觉得你可能把我想象的对太好了。咱们就尽量少跳舞吧。对，只能看看能不能用一些演技来弥补一下舞技了。对，懂了，我们这是演绎舞台。对，刚好你唱到那个别怪我纠缠不休，你要不然一把把我薅过来，那个纠缠不休，然后我就在你前面好了。哦，好。这首歌我的人设就是一个表面木讷但内心悸动的一个男娃子，冰姐应该就是一个引领这个男娃子面对自己内心激情给释放出来的女娃子。这首歌想传递的是这种比较暧昧的氛围，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挑战。参加了好几季的天赐了，这一期是我最紧张的一期，因为毕竟不是自己擅长的领域，其实还是会有一点不知所措。我咋那么紧张呢？别紧张，走错了，别笑场就行了。我不笑，我笑慢一点儿，想哭。透心凉，新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东阳光鲜虫草，好虫草鲜着吃。本节目由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透心凉、新飞扬的雪碧特约播出。雪碧，活出你的爽。本节目由老板电器赞助播出。放首歌，颠个勺，在盐系厨房松弛下厨。本节目由偏硅酸型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上 Z 世界 APP 天赐的声音部落，解锁完整版直拍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优酷、腾讯视频、哔哩哔哩、Z 世界、爱奇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此前我们联合了微博发起了天赐的声音金曲发起人助力活动，已经有5位嘉宾呢在微博发起了金曲福利，同时呢也有144位幸运用户抽到了节目录制门票，还有其他的独家奖品。现在呢上微博搜索话题天赐的声音，进入活动页面，还有机会抽取收官演唱会门票、艺人签名照、节目周边等等惊喜好礼等着你。牵我的手，是你先牵我的手，情绪被你左右，心动不需要理由。说赶我走，偏偏却那么温柔。既然瞻前顾后，别怪我纠缠不休。灯光变暗，你的坏笑加速游戏，呢喃的唇语环绕在耳际，心沸腾了，眼神飘逸，灼热呼吸，闻到口缺氧，我目眩神秘。把你的心抛开来，看一看你爱不爱，为何反复让我受伤害？把你的心抛开来，看一看我在不在，虚情假意，一眼就明白。牵我的手，是你先牵我的手，情绪被你左右，心动不需要理由。说赶我走，偏偏却那么温柔。既然瞻前顾后，别怪我纠缠不休。灯光变暗，你的坏笑加速游戏，呢喃的唇语环绕在耳际，
心沸腾了，眼神飘逸，左右呼吸，闻到快缺氧，我目眩神迷。把你的心剖开来，看一看你爱不爱，为何反复让我受伤害？把你的心剖开来，看一看我在不在，虚情假意一眼就明白。把你的心抛开来，看一看你爱不爱，为何反复让我受伤害？把你的心抛开来，看一看我在不在，虚情假意一眼就明白。把你的心抛开来，看一看你爱不爱，为何反复让我受伤害？把你的心抛开来，看一看我在不在，虚情假意一眼就明白。这太有画面了。我想问一下二位，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情歌？可以跟我们解读一下吗？一泰。首先，这首歌是一首越南情歌。相比来说，其他的那种苦情歌会觉得，哎呀，我真的好伤心。但这种就是，哎呀，我好伤心，走喝一杯，就是这种感觉，很洒脱啊。对。这个歌对我们俩来说都非常有难度，我特别紧张，因为我要表演一个不是我的一个人。哦，哎，我看到里面有很多的互动啊、走位啊，大部分还是冰冰姐带着，真的。大家看到我的这个动作，已经是冰冰姐给我提出来简化，已经调过了。对，然后昨天我们在商量的时候，我还说，真的，冰冰姐这个就得看你了，你得，对，帮我调动一下。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舞台应该怎么呈现，商量完了之后，我就这样指着他。然后，因为我有这走过来，然后那个王以太老师就是唱着歌的就开始退，本能的是吧？害怕。我一来他就退，我一来他就退，我说，所以后来我们俩说我们得克服。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因为上次跟以太唱那个跳楼机的时候，我一指着他。他真的就是那种心虚的感觉就出现了，他就往后退。我说不对，我们俩是互相指责。他就一直努力的在尝试，好，我凶一点，我要凶一点，一直给自己洗脑，我要凶一点。我刚才在看表演的时候，我就拿着我们的东阳光鲜虫草这个抱枕，我一直在这攥着，因为我确实很少看到这样的表演。如果让我做的话，我可能确实也很难做到这件事情。这个互动简直是有一下子就把我逼退了，属于是。他都是喜欢瞪别人，他就这样。喜欢这样。然后我是感觉这首歌是那种很强势的爱，然后以太老师也并没有看起来就是那么弱，对，会被逼退或者怎么样。在演唱方面的话，声音还是很强势的。谢谢。看两位老师的表演，真的感觉在看一部电视剧一样，真的非常拉着我看，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太好看了，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谢谢。我很佩服以太的一个点啊，因为他有大段，他看后边，对他备台唱的，他头扭那边，我看，真是他一上来的整个那个状态非常松弛。第二个舞台，我觉得大家能够我们一起有这样的很反差的舞台，很开心，特别好。这首歌其实最开始我在看歌词，但是看了2遍之后我就没有看歌词了，因为我觉得完全被你们的表演给吸引住了。我觉得这个传递给我就是一个很开心的情绪，所以说我能感觉到这个情绪，我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舞台。谢谢，谢谢老师。接下来我们听一听现场观众朋友哈，有没有同频共振，有没有被这首歌打到心里？有请。大家好，我叫张梅，来自千里之外的辽宁锦州。啊，老乡。我是一名音乐老师，今年56岁了。刚才听到2位歌手演唱的时候，尤其是在男生的和声进来之后，让我一下子感觉到了一种高级感。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种和声演唱的，随着音乐的律动，我也想和大家一起跳起来。那在我看来呢，一代人又一代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情歌，而且我现在退休了，每天晚上8点到9点呢，我都会直播唱1个小时歌。
去学习年轻人的歌，包括以太的那个 rap 风格的，我也喜欢。我还在学跳楼机。您太可以了，感谢您的分享，谢谢您。一开始这首歌曲的音色会告诉我这是一个复古的感觉，它可能不属于现在。当我很明确知道这是一个演绎的时候，可是偏偏今天陈斌在后面那一段有一个小失误，你笑场了。啊，我没有。啊？那是我的设计。哇，你没看出来？哪儿？就是在你的第一次在副歌时候，就把你的心抛开来，当时你转向那边的时候，你有一个有点不太在这情绪当中的一个笑容，然后这个笑我也不知道笑给谁看的，给我看的，老师我看到了。这个状态，但是可能没笑好，对不起老师。眼睛太尖了。眼挺尖。这个歌不太需要建音团评。其实二位演成这样，音乐都不重要，这是实话。话没听到。面对一个问题，你听结束。其实对于这种命题来说，它比唱一个我们都知道很好听的所谓艺术性很高的作品难度要大得多。太难了。对，因为其实对于歌手来讲，我们从小受的都是很专业的声乐教育，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台上音乐人来讲，其实要更痛苦，这个需要更多的专业性。演员、歌手，所以我觉得二位的表演还是挺精彩的。天赐的声音一直都是一个多维度的一个舞台，它不但要强调它的音乐性，还要强调它的娱乐性和一个流行度，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做的音乐并不是那种曲高和寡的这种单一形态，我们还要考虑非常多的形态。然后说回这个表演，我说实话，第一次在天赐这个舞台，在尖音团这个位置听一首歌，听到了吃瓜心态。一直天赐我们在讲说怎么能够把这个作品唱得更好，或者是怎么能利用这个作品能够让我们听到的高度如何。但是我觉得这个舞台的宽度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让我们看到大家在这个舞台上设计的一些表演也是非常好的。陈斌在一颦一笑当中都是在戏里面的，已经做到了你能做到的最好了，已经是。我尽力了。对，谢谢老师们。我觉得作品是表达还是非常好，我很喜欢这个作品，爱看多演。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们。第一轮的竞演已经结束了，要在两组之间产生本轮的待定金曲。有请尖音团的老师现场合议，给予结果。音乐购燃，滋补药仙，开盖释放鲜活力。东阳光鲜虫草能量时刻，有请剑音团揭晓待定金曲。声音鉴赏团的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可我只是海》。恭喜黄崇凡，恭喜王鹤野，也要谢谢陈斌，谢谢以太。好，接下来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欢迎预言、钟成乐，加油！一首好歌，一口美味，老板研系厨房，享受松弛一刻，慢下来遇见新灵感。来聊一聊这一次的创作吧。成乐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哈，对，所以心情怎么样？因为成人以后第一次参加国内的音综嘛，一半期待，一半担心。大家好，我是钟成乐，我是一个唱跳歌手。天赐的声音是一个非常专注于音乐、专注于演唱的一个节目，所以能够来到这个节目唱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地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歌是和预言一起演唱的《沦陷》。不确定的地点和一个待定的时间，我怎么也会走进一场未知的沦陷。《沦陷》这首歌表达主人公在爱情方面的一种迷茫、不知所措、沦陷于这样的状态的一种情境。其实，无论是在感情中，还是在你平时的一些现实生活中，
都会遇到一些让你沦陷、内耗的事情。我个人是觉得，你越想往一个东西上面努力，但你好像又越达不到，但反倒而你不去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才会有最好的效果。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如果要是从个人性格出发的话，我不太是属于那种会陷进去一件事情无法自拔的这种性格。我也是。比起我的情绪沦陷在里面，我更加理性的寻找我为什么失败了。我是不太会内耗嘛。没事，你可以把你这种不会内耗的情绪表达在歌里面，给我们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会内耗的人，让他们听了以后会开心。这首歌可能未来会改成舞曲一点。那我觉得，毕竟我们是唱跳歌手，如果当中加一个小小的 dance break 的话，我感觉会更好一点。你现在有看过就是这个特别火的那个卡段吗？沦陷的吗？对，没有。看一下吧。哦，这么嗨的？对，他应该是做了一个 mix。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视频里面的一些动作可以放到我们的 dance break 里面。沦陷这首歌顾名思义，它其实是沦在里面，但是你的肢体动作都要稍微外放一点。希望我跟陈乐的表演可以让沦陷其中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歌迷朋友把他们拽出来，然后让他们不要再沦陷其中。弥漫的烟散不出，留在房间。我在窗前捧着书本和茶点，我总是失望对于自己和明天。灯光下的微点，又晃了我的眼。耳机播放着古典，保持我们初见时的新鲜。找个舒适的区间，可我的性格总让我感觉亏欠。不确定的地点和一个待定的时间，我怎么也会走进一场未知的沦陷。一想到你就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未来的每一天都多爱你一遍。现在是回忆陪我在作伴，重复的桥段里面谁是病患？等待着忽然间一个笑容，别打扰了我的梦。 Cause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I'm thinking about you。 耳机播放着古典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保持我们初见时的新鲜。 I'm thinking about you， 找个舒适的区间。 想到你就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未来的每一天都多爱你一遍。耳机播放着古典，保持我们初见时的新鲜。找个舒适的区间，可我的性格总让我感觉亏欠。不确定的地点和一个待定的时间，我怎么也会走进一场未知的沦陷。一想到你就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未来的每一天都多爱你一遍。不确定的地点和一个待定的时间，我怎么也会走进一场未知的沦陷。一想到你就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未来的每一天
太嗨了，好看多跳。人家这个才叫跳舞呢。是。咱俩那个就是情景演绎呢。是的。陈乐，欢迎您来到天赐。谢谢。我看得出，其实你挺放松的。装得好，装得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内的音综嘛，所以说非常非常期待在这样的舞台上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想表达的一个情感就是对未来的迷茫，然后对未来的未知而感到担心害怕。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分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互相都很喜欢，但是可能碍于一些什么事情没有办法互相表达爱意，然后你可能会沦陷在那个情感中没有办法出来。然后另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你很喜欢他，他不选你，你想出来，但是你出不来，你可能就喜欢他，不喜欢你。哦，真有这样的吗？就是我喜欢你，不喜欢我。对，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我见到过有这样的。不是你不是01年吗？你怎么见了那么多呢？不，我见到过有人。啊，见到过别人。对，我不是这样。太坏了，太坏了。我感觉其实我的经历也有一点像这首歌的经历。就比如说我现在我自己做专辑的这个途中，我可能花了很多精力要去听大量的歌曲，然后包括录音棚等等一系列，几乎都是比较顶尖的，然后却没有什么歌可以火。然后没想到我这个1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的有一首歌叫《蠢货》，然后突然就火了。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在一个操作台录的，对，可能没有录音棚。哎，我沦陷了。这个有时候每首歌有它自己的命运的。对。再等一等。哎呀，不要再那么久了。啊，当然。预言，你发第1张专辑的时候是多大？18、19的样子吧。陈乐不得了哦，怎么上面写着你7岁就有专辑了？哇！因为我小时候听我爸妈说，他们说我哭的声音很好听。哎呦！然后他们就觉得他可能在唱歌方面有天赋。我爸觉得，因为童声嘛，就是有实现的。为了保留这个声音，所以说录一个专辑留下来吧。厉害了，我们居然保留了这个音频。我们现场，他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节目组真是厉害啊！现场来感受一下，来，请听。挺牛的这音质，挺old school的，太old school了，满满的回忆。我是没想到这位老师是个童星，不是因为那个我偶尔在少儿频道，还有那个小朋友爱听的那个宝宝巴士里面的歌，最好的也就唱成他这样了，真的。是的，他这个声音就是当时那种就是最好的那一批。对，我总感觉他就好多歌就都是这个音色。都你唱的吧？对，小时候商店里放的全是这声。对，全是这个，一模一样。陈乐，我是第一次听他的现场，然后我就能听得出来，就是他是一个音色非常好听的歌手。然后这首歌其实并不是不好唱，是很难唱，而且2个人还要唱跳，对他们的要求其实是更高的。所以我觉得能看到这样的舞台，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很新鲜的。既然他还是一贯的那种，哎呀游刃有余。然后其实我很羡慕，就是可以唱跳这种舞台，因为我觉得演唱嘛，其实演还是得要有表演这一部分，没错，然后才是唱。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就很赏心悦目。谢谢。众所周知，天赐真的是一个可以锐评的舞台。坦白来说，我觉得2位歌手对于唱跳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他这首歌原本是一个偏向 R&B 的一个作品，它的律动会导致它的旋律是有些粘稠感的。如果你单纯的直接放到一个 beat 当中，它其实是不搭的。对，所以我觉得可能2位对于这首歌的理解跟消化是不够的。其实我一直觉得你们在处理是一个长线条的歌，导致说听起来会很黏在一起，就会感觉那个表达很不干脆。
然后我会听到两个人的这个心里面的律动的感受，其实理解它不太一样。像我们唱长线调可能会是咔，弥漫的烟散不出留在房间。那如果是弥漫的烟散不出留在房间，就整个线条可能会跟着那个伴奏去走多一点点，这样你的两个人的那个合拍程度会显得更好。所以就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有这种类型的歌曲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对准那一个 wave， 对准那一些 groove 的东西。好的 ，OK。其实这个表演听下来的话，能感觉到两位的努力。我觉得预言非常好，在这个舞台上的包括这个表达呀和那个状态，其实你是想要去表达那个整体要起来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天赐这个舞台可贵就在这里，它为你提供的能量和未来工作生活当中去提供的一些价值，我觉得是远高于这个舞台的。谢谢二位。谢谢谢谢，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是很能理解这首歌，然后我要改掉一个歌唱的习惯会有一点难，然后也谢谢老师们的点评，谢谢，下次会做得更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钟成乐，送给预言，大家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张碧晨、徐子蔚，加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因为他是天津的，徐子蔚、张碧晨。那咱说点嘛呢？其实从碧晨老师最早唱他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关注碧晨老师了。所以今天既是第一次合作，也是第一次真正见到碧晨老师。对我来说也算是，哎，哥们儿又行了啊！他有一种马上就要说相声的感觉。我听他讲话很亲切，感觉我回家了，就是那种感觉。翻译一下，就是我说话带天津味太重了。对，他就是有那个味儿，对。我觉得张碧晨老师，他人真的还蛮开朗的，我觉得很亲切。2句话下来，至少扫掉我一半还有点不太熟的那种紧张感。我是看过你一个舞台，应该是你参加的节目慢冷嘛。对，我是看过那个舞台。慢冷是我入行的第一个舞台，就是误打误撞去了一个节目，然后也只会唱歌。我其实大学读新闻，但是我音乐很多东西是自学的。我也在上学的时候，课余其实是找了音乐专业的同学过来补一下那个乐理啊什么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吧。在这个过程里，我就也想做到尽量更好。闷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着。慢冷的人啊，会自我折磨。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细腻的，然后频段比较高的，很干净的男生。然后我是算比较宽的，然后偏低的，有一些厚重感的女生。其实应该也还是会很搭的。这首歌歌词很简单，算是比较直白的，很精准的打到那个感情层面。它其实是那种一耳朵旋律就很抓耳的那种歌，而且它有一个就是记忆点在，对吧？它是一直是3个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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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3个字的歌其实不太好写。比如说你出现又幻灭是错觉，它3个字连续出现的时候，都会给大家营造了一个很有画面感的爱情电影的感觉。其实这个歌充满了对自己的一个就是自我的嘲笑、自嘲感。我觉得这歌它只是一种情感状态，没有什么爱与不爱，因为爱已经过去了。至少这首歌里面讲的爱，它是要双向奔赴的，但是显然这个爱只留他自己，所以它是不完整的。我哽咽却对着风摇曳，来照进被黑夜撕裂，来照进被黑夜撕裂。这首歌就主歌跟副歌之间突然间升了调，词也是分得比较碎，然后有的时候要唱主旋，可能下一句马上就要唱和声了，就这个应该是比较难的地方。要么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整个都降半个。你想降吗？我可以。后面降了个调之后，我们2个都唱起来会舒服非常多。其实就希望用很多方式来突出我们2个的人生，让大家看到和听到更多有节奏的、有氛围的音乐。对。
天生好水，敬天赐好声。你出现有画面是错觉，它让我迷失在荒野。我更也去妥协，风摇曳，白昼竟被黑夜撕裂。重复上演这一遍两遍，我带着愧疚过一天两天，怎么能不辜负遇见的，放过这一片？故事发生了一件两件，在普普通通的两点一线，这情节也没有多罕见。多想再回到初始的街边看一看，可是破碎的心已经掀不起波澜。你出现有幻灭是错觉，它让我迷失在荒野。我更也去妥协，风摇曳，白昼竟被黑夜撕裂。这感觉太强烈，我睁眼泪打湿了月光皎洁。多戏谑这情节，何时才能瓦解？多想再回到初始的街边看一看，可是破碎的心已经掀不起波澜。你出现有画面是错觉，它让我迷失在荒野。我更也去妥协，风摇曳，白昼竟被黑夜撕裂。这感觉太强烈，我将眼泪打湿了月光皎洁。多戏谑这情节，何时才能瓦解？你出现有幻灭是错觉，它让我迷失在荒野。我更也去妥协，风摇曳，白昼竟被黑夜撕裂。这感觉太强烈，我将眼泪打湿了月光皎洁。多戏谑这情节，何时才能瓦解？错过，好听。天赐的舞台是我期待已久、垂涎已久的一个非常盛大的舞台，因为我们天赐的声音总是很高产嘛，产出各种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些金曲的重制。我一直也是从小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就是兴趣，用唱歌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感情共鸣的音乐作品。对，而且对于我来说，其实在我还没有步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已经在电视上看碧晨老师大放异彩了。所以说，碧晨老师真的可以说是给了我年少的我很多的鼓励。对，谢谢你没说年幼的你。我觉得一起唱歌也很开心，然后因为我觉得他声音很好听，然后他有表情，他很痛，就是他这次我都不用对他提要求，我说你要哭啊，你要笑啊，没有，他自己就很痛，就情绪很饱满。对，这首歌叫《情节》，它是在演绎情感关系里面哪样一种状态呢？我觉得他可以理解成是一种被断崖式的分开，
然后你的世界里不再有这个人，也有可能是，哎，可能你经历了一段时间，你觉得你好像跟对方有过很深的情感交流，但其实对方并不觉得，然后他突然间走掉了，留这个唱歌的人自己一个人在原地。他讲的，我觉得其实是一种错过，或者是一种落空吧。我觉得，像这种有对话感的歌曲，其实难的在于，如何在一个这种律动的氛围里，又要唱出语感，又要唱出一些细节，然后又要照顾它的张力，所以就会觉得，这首歌真的不简单。说实话，紫薇的声音我非常熟悉了，因为以前经常听到，而且会给别人一种很强的少年感。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刚才你们俩升起来的时候，从哪里来了一阵风，你知道吗？把紫薇的白色的领带吹起来，那个少年感一下子就来了，你知道。感觉太强烈，我这眼泪打湿了月光皎洁。然后我感觉其实碧晨姐姐在上次她跟拉拉姐姐唱歌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很喜欢，谢谢。其实作为一个成熟的歌手呢，如果想演绎一首好的情歌，在短时间内最快最奏效的办法就是尽量的去lay back的唱。但是这首歌就完全不可以这样做，因为它是一个全部是往前抢着唱的歌。这样的歌如果能打动人，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说，我觉得姐姐今天在这个歌里做了一个特别好的表率，因为她把整首情歌的基调定得非常好，就是一股脑的往前冲。然后，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听紫薇歌的现场，我觉得非常的惊艳。通过你的声音处理，包括你唱和声的坚定程度，我觉得都是给这首歌在加分的，非常好听。谢谢。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声音太稳定、太扎实，就很惊讶，所以我需要听一下无伴奏的人声。你出现有画面是错觉，它让我迷失在荒野。我更也去妥协，风摇曳，白昼竟被黑夜撕裂。感觉也听到撕裂的那个裂的那种感觉。好听，确实唱得很不错。这首歌我觉得紫薇给碧晨有一个很好的染色功能，就是你的音色跟碧晨的音色有一个互搭的一个作用，所以整个舞台设计也很棒。谢谢。我刚才听了碧晨的干声，然后我也挺感慨的。我觉得今晚你唱的是我最熟悉的张碧晨，也是我几期下来我最喜欢的张碧晨。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听错，间奏之后这首歌提速了。对，是你的主意吧？对，是的。正因为这个提速，后面整个对这个歌的情感上，我觉得更丰富了一些，因为升调了嘛，然后升调升得也挺巧妙。然后紫薇提个小的建议，就是在最后那个和声的时候啊，表演的这个情绪的稳定一定要稳下来，否则你和碧晨的这个和的时候就稍微有一些不协和。反正总之这首歌我很喜欢，谢谢你们两个的表演。谢谢。那其实碧晨，在我上次提到关于你咬字的改变的时候，很多歌迷就是想托我在这个舞台上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去改变你自己的咬字的方式？那我们听到这一场的这个咬字的方式又和以前不一样。就是想去做不一样的尝试。你总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唱歌，唱久了自己听着也会有点疲惫。它并不见得一定是改得更好和更对，改得不好大不了我再改回来。但是我想去改变，想在不同的时间里遇见一个不太一样的自己。对。好，分享完以后，接下来就是到了进演出结果的时候了。有请接音团老师现场合影，给予结果。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刷新自己，要爽就爽透。有请声音鉴赏团现场合议公布结果。经声音鉴赏团合议一致决定，本轮待定金曲为张碧晨、徐紫薇、秦杰。谢谢，恭喜碧晨，恭喜紫薇。这期选歌真纠结，想挑战又怕表现力不够啊。那你是该补给一下了。
东阳光鲜虫草全新系列产品采用 FD 宇航冻干锁鲜技术，如同给营养套上了保鲜铠甲，保留更多活性成分，滋养身心。无论上台前、创作时、旅途中，随时补给，轻松应对。它就是你的能量充电宝，让你鲜活满格。谢谢你，有了它，我选歌信心十足，马上补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的音乐合伙人。首先有请张远、姚小棠，加油！3年了，对，就还蛮感慨的。主要是第一次来天赐是跟我们远哥一起唱，你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呢。全世界烦恼从此都与你无关，遇到的事全部都得你喜欢，愿你情一半，爱一半。第一次跟稻汤合作的时候，我觉得唱的出乎意料的好。在我来看，她是一个天赋和唱商都很高的一个女孩，所以这次也算是很契合的一个人选。看着我的眼睛说，我觉得这首歌情感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歌词写的特别的具象。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再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歌情绪非常的直给，它就是一个具象的故事，它就是他的白月光回来了，或者说他的前任回来了，他就是忘不掉，所以这个就很难受。所以也是想为这一类人群，就是写一首这样的歌，就是这样的人也可以宣泄，也可以表达自己的直接的情感。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说实话，我有2句词儿我觉得好渣。你说，我问你为什么分手？对，是我哪有错？你说我很好，只是他回来了。好渣哦！对，就是这个，就是感情里很多不甘心的原因。对，无论怎么努力，好像也不一定有结果。所以你这首歌你是想唱的比较痛，就是来的比较直接那种剧痛。剧痛，对，不是那种隐隐作痛，也不是那种多年之后伤疤还没愈合的痛。那我可能要10件套了，你要这么讲。10件套，我拿它跺脚这种。还有这种。很弄硬了。对，很不甘那种。对。看着我眼睛说，就是意思就是为什么？就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对，真的没有爱过我。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剧情加在里面。我可能也会入戏一点，比如说我就把你手牵起来，看着你手没戒指，类似这种的。可以。最后他手就刚好在这儿，但是拉扯一下都得分开，就很直接，就好像看到了一部剧的其中一个画面一样。那一刻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完整了，我有信心能唱好这首歌。今天你生日，我准备了好多，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天空好像隐隐要下起雨了，我们坐在沙发上彼此沉默。我问你为什么说分手，是我哪有错？你说我很好，只是他回来了。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再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一点都不难过。我虽然没那么懂事，但绝不拦你这一次。如果你说想要回到有他在的城市，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再
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一点都不难过。我攥紧手里的戒指，它本该有一个名字。如果你生日愿望是回到他身旁，我帮你这最后一次。说好去看好多风景的，吹着海风听你最爱听的歌。可那些承诺换个人也能做，他凭什么这么简单就能赢了我？来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再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一点都不难过。我虽然没那么懂事，但绝不了你这一次。如果你说想要回到有他在的城市，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再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一点都不难过。我攥紧手里的戒指，它本该有一个名字。如果你生日愿望是回到他身旁，我帮你这最后一次。眼睛说，再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那是段美好的回忆，只是差了一个结局。请记得我曾认认真真的爱过，该遗憾的不是我。真好听啊！我好喜欢这首歌。这是我心里面觉得是有力竞争金曲。透心凉，新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东阳光鲜虫草，好虫草鲜着吃。本节目由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透心凉、新飞扬的雪碧特约播出。雪碧，活出你的爽。上 Z 世界 APP 搜索天赐 Top One， 上传你最爱的天赐舞台片段，有机会直达节目现场。节目联合微博发起了天赐的声音二创大赛活动，上微博带双话题天赐的声音二创大赛以及天赐的声音，参与投稿，展示你的脑洞，就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奖励。每日鲜虫草，吃出年轻态，加油吧，野子！加油，兄弟！加油！这首歌是张远自己的歌哈，是今年3月份发的。对对对，然后也特别感谢徐良徐大头，对，又为我就是重新量身定做了一首歌，对。哎呦，这首歌演绎的是哪个阶段呢？其实就是描述一种，就是有些人就是被动的成为了那个被好人的好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Friends 老友记》，里面就是 Ross 跟 Rachel 的那个感情。然后 Ross 跟 Rachel 分手之后呢，交了一个女朋友叫 Julie。然后 Julie 特别的厉害，侃侃而谈，什么都懂。但是有一天 ，Ross 在写他们2个人的优缺点的时候 ，Julie 所有都是优点，但只有一个缺点 ，She is not Rachel。所以这个听上，你看大家都会觉得很感动，哇，好感动的爱情故事。但是 Julie 怎么办？Julie 怎么了？她做错什么了？所以这首歌是一种比较具象化的一种就是呈现。在 Rachel 听到的是，因为他不是你，但是在 Julie 那听到是，你不是他。
可以帮我们说几首你的歌，以及他在情感状态里面的阶段吗？哦，商城是我07年的第1支单曲啊，就是特别巧合，它刚好是分手之后，哎，到了一个伤心的城市，然后想起了过往。哎呦。没有你的城市是冰冷的钻石，闪着光，切割我所有的心事。我们相爱的手指，我们曾经的坚持，都随着时光流逝变成故事。对，是这样的一首歌。故事都是这样来的。刚才正分手，分手来，然后呢，他来到了杭州啊，伤心了。接下来在杭州居然要参加一场婚礼。对。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你看，就是到了这个，就到这儿了。对，哎，但是听说故事还没有完，还有一首歌叫《可以不是你》。去年天赐也唱了。哎，后来他让我明白，原来我也值得被珍惜。那最后的人真的可以不是你。哇，不能情感世界里只有一个人呢，我们也对听听另外一半的心声。小唐用歌声回应他的话是：你身边的那位，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他的手捧着玫瑰，承诺余生都丰沛，而我始终学不会已被风吹散的眼泪。极高了。哇，好不好听？你俩一开唱，我跟亮英姐就已经，哇！而且这首歌让我有一个超级揪心的感觉，而且它其实很不好唱，因为它的副歌其实词儿也特别密，对，然后有一点点往前赶着的感觉，但它不是节奏的赶，而是就像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说，你看着我眼睛说，你看着我眼睛说，你看着我眼睛，你看着我，就是是不是？冷静，冷静，冷静，才会有这种让人很揪心、很纠结，然后把我们都拉到那个情绪里的感觉，我就超级喜欢。谢谢，谢谢，哇！我一开始觉得他俩唱的非常的好听，然后到他们的表演，我就觉得他俩就是科班的表演，表演的非常投入，特别是小唐甩手那一下，一转身，我就觉得他们真的要分手了。你生日愿望是回到他身旁，我帮你这最后一次。张远连续重复3遍唱，你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那一刻我那个眼泪都到脖子了，你知道吗？就快要到这儿了，就是感觉那个情绪一上来，然后整首歌我听的我就是从头到尾的感动，我特别特别喜欢今天晚上的这一个舞台。谢谢。就刚刚我在这个角度非常有趣，就因为他们两个有自己各自唱歌的习惯，张远唱歌喜欢点头，然后小唐唱歌摇头，然后他们两个到后来真的是我在我这个角度一直就张远，是吧？好，笑死我了。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再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一点都不难过。就确实谁也没看到谁，他的眼睛里没有你，我告诉你。对。今天其实这个作品的话，听到第2遍副歌小唐唱的时候，我甚至对这个作品有了很深的共情，就好像在看一个影视剧，然后你看到了一个女主角受到了欺负，然后我心里想说，小唐打她，小唐一定要打她，就是好像听到那个时候，我好像已经忘记了我坐在这儿的职责，就是真真正正去欣赏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我个人很喜欢，而且我觉得这个作品很有可能会成为小唐的慢歌的一首代表作。哦。众所周知，天赐是一个可以锐评的舞台。这首歌是首很虐的歌，但是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优酷、腾讯视频、哔哩哔哩、Z 世界、爱奇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本期节目在微博发起了天赐的声音观后感点评活动，上微博搜索话题“天赐的声音观后感”，发表你的舞台观后感，就有可能被官方翻牌，赢取嘉宾签名照，更有1000元奖金等你瓜分。众所周知，天赐是一个可以锐评的舞台。这首歌是首很虐的歌，但是我其实听完还挺开心的。因为我又看到远哥了啊，你好，小玉。然后我觉得远哥就像是天赐的老朋友，就每年都会来汇报一下，觉得今年就过得很不错的感觉。他去年开了万人场的巡回，然后我也在下面。我觉得这几年远哥最厉害的地方应该是他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这也跟今天的场合很契合，就是一个老派浪漫情歌手的位置。不是说远哥老了。哦。它就是华语乐坛的最传统那种招式，包括你的语感，包括你的咬字，就好棒。然后会让我觉得说，把情歌唱好就是最大的杀气。谢谢小英老师。你们跟徐良讲的一模一样，他就是这么说远哥你一定要就唱类似于嘉宾或者延展的一些这种类型的情歌，像小英老师说的老派。然后情歌老派浪漫的那种感觉，也可能是我从小听张信哲长大的一个缘故。对，华语乐坛如果有一种情歌叫折式情歌的话，现在也有这种叫远式情歌。哎呀，谢谢。好，我们一起把掌声送给张远，送给小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音乐合伙人登场，让我们有请江靓颖、王源，加油！姐，咱俩第一回见面是啥时候来着？你肯定想不起来了。我真有点想不起来了，因为我觉得咱们好像每年都在见。你那时候还挺小的。怎么每个人都跟我这么说你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这么多年了，看到远儿很多的变化，我觉得真的就是好像亲眼看到一个小朋友长大的样子。姐，你知道我当时有小时候，我记得你印象最深的一首歌还是那个《终于等到你》。哇，这个都10年了。对，因为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当时我没有手机，我是拿 MP3 听的，然后你那首歌是乱码，当时就每天都会听到，所以这个是我对你印象最深的第一首歌。也是蛮神奇的缘分，这次终于是正式合作上了。对。在想你的夜，我告诉自己，这就是人性。这首歌我很喜欢，因为旋律朗朗上口，而且前面加入电子的元素，它有一点小摇滚的底蕴在，我们唱起来都会很开心、很律动的歌。虽然说它歌词可能是有一点难过，有一点痛，但其实我觉得，把这样的事情用开心的方式传达出来，我觉得挺好的。这首歌，我觉得年轻人的状态就是走就走了，对，说走就走。我觉得就是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我是一个相对不太内耗的人，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就是我想的事情都天马行空，很奇怪。有在想什么宇宙起源，然后有时候深夜突然迸发很多灵感，反正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无所谓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现在年轻人状态吧，我觉得挺好。可能这首歌也代表一部分我印象当中的你，就是圆儿抱着吉他唱歌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最像你做音乐时候的那种很投入、很认真的那个状态。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很潇洒、很洒脱的感觉，就可能年轻人的那个劲儿。圆儿的话，我觉得他很适合，他身上本来有的那一个少年感，跟乐队化的那一种编曲方式，在舞台上一定会很有能量感。但这首歌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大家之间怎么样产生情感链接，就是跟现场的观众放飞一点自己。我觉得你就随心，你放心，我一定可以跟得上。几点接得住？好，放心，你就放开玩就好。好。好像头2句是你的时候，好。最后的尾巴，我们俩就是趁着大家唱的压力不大，就可以往这儿跑一跑。我觉得这个歌就是直面自己的情绪。我说实话，我希望我跟圆儿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两个人都是自由的。甚至我觉得这栋楼哪里不能去呢？我跟你说，我的世界可大了。我觉得吧，这首歌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感受着潮湿的夜，年底挑逗着触觉，没有长情的告别，雨水打湿我的眼。我试着目空一切，也许得再来几杯。想你的心太强烈，让我麻痹直觉。在想你的夜，我告诉自己，这就是人性。你骄傲的姿态离我远去，我才疯狂的爱你。在想你的夜，我痛恨自己，是这样的爱你。你冷漠的样子让我恐惧，却无法自拔上瘾。忘了的几个日夜，沉溺到不知深浅，快要窒息的感觉，让我无法拒绝。在想你的夜，我告诉自己，这就是人性。你骄傲的姿态离我远去，我才疯狂的爱你。在想你的夜，我痛恨自己，是这样的爱你。你冷漠的样子让我恐惧，却无法自拔上瘾。也许有一天会被你留恋，那我也会心甘情愿奉献，让我再为你做一遍。在想你的夜，我告诉自己，这就是人性。你骄傲的姿态离我远去，我才疯狂的爱你。在想你的夜，我痛恨自己，是这样的爱你。你冷漠的样子让我恐惧，却无法自拔上瘾。再讨厌还是想要回去。牛，真的牛！有被突袭的，他们就应该第一个唱。这太牛了，太牛了！也太棒了吧！我们再次用尖叫声送给张靓颖，送给王源。其实大家能看到这歌词，它其实是挺痛的一个歌词。但我跟甄姐在唱的时候，我们两个的想法，其实我们更多是痛并快乐着。对，更多的是传递情绪，用快乐的方式，用能够感染大家的方式来说一个相对比较痛的事情。这个就说明咱们胸怀大，咱们过去了啊。到目前为止啊，应该从第1季到第6季，从来没有哪个音乐合伙人他会全场跑的，你们也是第一个。刚才那个圈也挺圆满的哈。这可能是因为我以前也参加过本台的《梦想的声音》，所以那个地儿呢我也经常去。就是习惯了。因为对我来讲的话，这首歌就是
心里的那个空间感，这个舞台有多大，我不会觉得说导演组告诉我舞台在哪里。其实我们要跑那两边的话，是会有一定的取舍的，因为 PA 喇叭是朝着那边，我们一定要去那边的话，其实我们整个音量就会降下来，可能在听感上面会有一定的损失。但我觉得这首歌要的就是我的青春就是如此的热烈。我刚刚其实，在演完了之后，我陷入了这个戒断反应。我刚刚在想，其实很多时候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准备工作中，我都是一个要面对音乐的状态。其实很少有像两位这样去肆意的挥洒音乐。其实好像在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去诠释一首歌，所以这也打开了我的新世界。就是以后好像我也可以这么做一次，就是真的是学习到了很多。我觉得音乐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太棒了，太棒了！当然，我也跟贺野的感觉一样，就是戒断。我觉得每次演唱会结束之后就是这种反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沉浸在里面，然后无法自拔。但是我又好想沉溺下去，然后我也想，这就是 live 的意义，因为 live 就是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是这样的，只有这一次是这样的。对，所以刚刚那一下我感受到了这一切。谢谢。他们两个一跑上来，我都嗨了。我当时因为我不知道这段，特别兴奋，就是我好开心，好想互动啊，我就站起来了，然后我就等着王源过来跟我拍手。哎，到我这儿没了，呀，我错了，这个漏了。哎，我都已经出去了，他走了。我寻思来不及了，我这要接下一句了。他只要下一句唱，估计他到点儿了。没关系，很开心，然后特别开心。然后我当时我看大家的反应最有趣的是建言团的老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经历了什么，沁阳老师捏着梁阳老师的脖儿，你捏着他的脖儿。不是，我随机在建音团里选了脸最臭的一位老师，捏他脖了。因为什么？那一句歌词是“你冷漠的样子让我恐惧”。你冷漠的样子让我恐惧，却无法自拔上瘾。哎，我们算首次合作了哦。首次锁脖。首次。刚才贺野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说到我心里去了。就是音乐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用来竞技啊、去比赛啊什么的，音乐有的时候真的是用来享受的。我觉得亮颖可能刚才她的这个跑下来什么，就是在享受音乐，享受这个舞台带给她自己的快乐。但是这个做法实际同时让别人也会很快乐。你们两个今天的这种快乐也都带给现场观众每一个人。我想要再讲讲王源哈。那说到王源，我觉得从第一首歌到这一首歌，其实非常好的一点，就是王源没有在自己所谓的安全区里去活动。其实每一首歌他都有变化，包括这样的一首歌。所以看到他一直以来的这个进步和变化，我觉得，从我们这个位置来看来，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很欣慰的哈，非常好，谢谢。我觉得今天这个状态我是需要记住的，跟你们互动，跟所有的这么近的观众互动，我觉得这个才是唱歌、享受歌曲的带来的一个感觉吧。也谢谢甄姐。不客气。接下来有请我们建音团的5位老师现场合艺，在2首歌曲当中选择一首成为本轮的待定金曲，有请。肯定是他的，这太牛了。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刷新自己，要爽就爽透。有请声音鉴赏团现场合艺公布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张远、姚小棠看着我眼睛说。恭喜张远，恭喜小棠，也要谢谢亮颖和王源。让我们掌声有请盲盒歌手登场。
理由太假，我觉得你大可不必说的天花乱坠，是天使是魔鬼都没有绝对，没想的没说的都亲手期盼，你扮演的角色更可悲吗？放弃的就大可不必再争辩是非，放下的就请你笑得干脆。你的一字一句犹如刀疤划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任你肆意翻弄从没去想你是有多嚣张。我的心脏脉搏为你跳动为你狂，你说我真的多余不如离开流浪，都怪我没治愈我的伤。好听哎，这嗓子。帅啊，哥们儿！挺帅，范儿拿捏了。大家好，我是伊恩，我来自黑龙江一个边疆小镇。这一次来天赐的话，属于是我第一次上舞台了，也是我第一次露脸。对，哦，帅！在他自己的媒体里面，都好像没有拍到正脸，我从来没露过脸。那你拍的是哪部分啊？背，就拍这个侧面、胸口、脖子以下。这为什么不露一下脸呢？你看你也长得挺帅气英俊的。其实挺容貌焦虑的，说实话。这还容貌焦虑呢？没，这不捯饬过了吗？这捯饬过了。对。这不是，好不好看？没见过我素颜，你是没见过我素颜，哥们儿。你是没见过我素颜啊！我刚才拿着那个照相机，我知道易恩，但是我确实也知道他从来没有露过脸。我这个距离哈，我有点散光，我有点看不清他长什么样，我就拿手机放大。我说长得这么好，你看，就是他那个声音，你们在那个听到都会觉得他是一个有点，就是那种有胡子，然后特别沧桑那种状态。没想到是个条这么顺的小伙儿啊！我觉得你要有自信，他的嗓子的音域真的很广。前面那个主歌的时候低的，我觉得。都快低到我自己，如果是我的音域的话，我出不来声。然后他的高音又特别的轻松就上去了，所以其实他的专业技能真的很好。你整个人站在那儿，特别像以前的王鹤爷，发型也有点像，自信。对，自信起来。这歌刚才我们也看了，非常非常红，非常就3500万收藏，令人嫉妒。非常嫉妒，非常羡慕，而且旋律出来啊，所有那些日夜听过这旋律的那个场景就回来了。有无数的人为你这首歌流过眼泪。对，肯定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的嗓子一定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那种感觉。过奖。这可能就是辨识度，就是这种声音只属于他。我觉得这个是他能从事这个音乐的这个。必要的一个条件，再一个就是我终于找到一个口音比我还重的了，给我老乡鼓励，老铁，厉害，老铁，没毛病啊，没毛病。因为我想问一下，我相信做音乐这条路上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哈。是的。在追梦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让你觉得也是比较辛苦或艰辛的事儿？说来话长有点。其实最一开始我是做那个直播行业。然后就有这个唱片公司这边找到我，聊完了之后，给了我一个就是曲库，说那你回去你就自己听吧，你挑一下这个，看有没有相中的。那个曲库里面有将近3000首歌，我全给听遍了。然后听到最后2、3页的时候吧，哎，发现一首感觉不错，挺适合我，然后我就选中这首歌了，就是我发的第一首歌《云水谣》。然后后面吧。就是录歌这个问题，因为我那个比较偏远嘛，那个我老家，然后我录歌的话，就得去哈尔滨。就是冬天的时候嘛，交通不太方便，然后我就坐那个绿皮火车。哎呦，从家里面到录音棚。对，是。多久？
到那边的话，大概有7、8个小时吧。对，为了去录一个歌。是的。其实我觉得来10的路都不容易，但是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努力以后未必有你今天的高度和结果。是的。所以你也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今天来到天赐的舞台。谢谢英恩，来自黑龙江，但是我们相信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我们会更加认识他，喜欢他。再次把掌声送给伊恩，谢谢来到天赐。也希望有机会下次继续会在这个舞台上音乐上的合作，谢谢伊恩。接下来马上要公布本期推荐金曲的结果了，有请所有的音乐合伙人来到舞台共同见证。接下来我们马上会见证到本期推荐金曲的诞生，有请建音团5位老师现场合议，给予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期推荐金曲为。看着我的眼睛说，来自张远、姚小棠。恭喜张远，恭喜姚小棠。欢迎来到东阳光鲜虫草甄选时刻，本期金曲获得者是张远、姚小棠。本期我们已经达成了100分的能量累计，成功解锁本期的公益拼图。继续关注我们天赐的声音和东阳光鲜虫草官方账号，以及去东阳光鲜虫草品牌门店线下打卡了解详情。积极助力每一份天赐先生，都是一份滋养，一起期待梦想绽放的那一刻。2位帮我们拼上这个公益版。去年是第9期，今年是第7期，所以我觉得我有进步呢。而且这期找到了特别契合的远哥，然后特别契合我们2个人唱的歌曲，谢谢远哥。对。我其实感受就是天赐有6季了，然后我来了5季，这次是第1次，然后得到了金曲，然后我觉得这几年真的得到了非常多的恩惠和一些认可，非常的感恩。谢谢天赐的声音，谢谢我的搭档姚小棠，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掌声响起，送给今晚，也要送给每一位音乐合伙人，也把掌声送给自己。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我们先热情的掌声欢迎黄丽玲、一九哲、米卡。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卡。周兴哲，我们一定会让这个舞台在最重要的时候出现。最重要的时候，不，是最后对吧？最好的 timing。我觉得我真心懂，就是 I 人就是 E 人的玩具。我也是 I 人。微博搜索“天赐的声音”话题页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还有嘉宾独家福利放送。